皇上今日在含章殿批阅奏本，不来上朝了。各位大人，今日可有事要奏？臣有事启奏。礼部有何事啊？距春闱已不足半年，礼部已算过，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。1月前，内阁已递上票拟，但迟迟未得批红。皇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份票拟一直呈在含章殿的御案之上，倒不是有意压着，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，户部赈灾济民，眼下国库亏空，6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。若真得花费10万两，不如就改3年1试为5年1试，也可替朝廷分忧吧。科举延期2年，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。石大人多虑了，官吏的选用，吏部可以举荐嘛。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，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？多谢曹公公夸奖。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，非科举可选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难寻。这6部官吏的任用，石大人才是伯乐。既然侯爷这么说了，那石大人，你觉得呢？科举由礼部负责，吏部就不多言了。此事容内阁再做商议。黄大人，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，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。各位大人，还有事要奏吗？既无事启奏，大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：傅知松将军守土护民，皇上念其有功，特赐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，以示皇恩。上海此前修缮皇陵，陛下甚为满意。依我看，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。2月时间，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？下官领旨。陛下旨意，着户部拨银3万两，以资修建。户部领旨。有劳诸位大人，今日就退朝吧。寻常公爵下葬，只用游山做棺，土山做椁。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，皇上恩许他的棺椁，用金丝楠木。是大人，我清楚了。世学，钦天监其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，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。监工一事交给你来做，务必要仔细谨慎些。大人放心吧。哎，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？雕砖修碑的活儿，靠的不是力气，而是经验。越老的工匠，手艺越纯熟。这些人都太年轻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怕工期要延后。大人说的没错。过去钦天监，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，工匠都是从工部付银差事，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。只是这次不知为何，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大人，你们怎么做事的？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。
大人恕罪，乡人们不是故意的，请大人饶命吧。碎成这样，用不了了。臧大人，臧大人，大公子，大人，昨日我大人，拦不住啊。是。大公子，昨日我递的帖子，您哎，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。是。庄大人，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坟冢工匠一事。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项，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。怎么就你有问题？回大人，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，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，没有熟手，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。还好工部有您在，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，求您帮忙啊。自家的人情，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。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，帖子却比人先到，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。你想要人是吧？不巧，天凉了，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。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，怎么帮你啊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傅大将军下葬一事，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。若是办不好，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。我爹，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？大人，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，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。您若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。可若误了这个差事，你我都担当不起啊。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，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啊。哎，你们几个，出去。是。此事呢，也并不是全无办法。你说说，你需要多少个人？40人。40人，我觉得不够。皇上重视傅大将军，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。这样，我给你80人。大人，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。哎，一提80人，我给你40个人，保证不耽误工期。这剩下的40人呢，我就不请了。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，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。你觉得如何？大人，您这是要吃空饷啊！绝对不可。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，没有办法交代。哎呀，曹公公不会追究的。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？此事不同，万万不可。就我不帮你，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，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，你又为难上了。我就这么告诉你吧，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大人言重了，那这样吧，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
世轩，哎，大人，您来了。您看，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，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工部的人说，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，需要增加人手，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，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。在下陆然，是多韦司的一个小官。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傅之松将军的葬仪，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。这盒子里是些点心，大人将就着吃。多谢陆大人。大人若是方便的话，不妨带我进去转转。请。这儿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。人死了之后，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，不算小了，许多人只埋的一张草席这么大。臧大人，这才刚刚开始雕刻，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。这可是个大工程，就你们2个，人手够吗？是啊，本官也正苦恼呢。可如今寒露将至，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，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修补皇宫要用人，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。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。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，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，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。公公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，要参，可别参错了人，否则撞死也是白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臧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，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用心。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，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？那我就直说了。公公今日遣我来呢，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。曹公公力排众议，要你负责副大将军葬仪的事儿，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。这才给了你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，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。多谢曹公公厚爱，下官感激不尽。公公后日要办家宴，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。大人若是不忙，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。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，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。啊。行了，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，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得给你封请帖，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。曹敬贤个太监，他办哪门子家宴嘛？他上无老，下他更不能有小了。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？他先是刁难我，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，这是想让我投靠他，背叛平津侯啊。最终目的，自然是归西。哎。陆然此人如何？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，说话滴水不漏，也不是个好对付的。阎王一躲，小鬼难缠啊！
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，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。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了。小海啊，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服个软，求个庇佑？师傅，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？平津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钦天监监正，若是我投靠了曹敬贤，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。为师跟你讲过，朝堂有朝堂的险恶。当了官儿，虽然查东西方便了，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你学了这么多东西，这个不可能不会的。可我的初衷，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，我只想要报仇。那我问你，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找到第3个仇人。错，是你要活下来。你刚刚上任钦天监，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所以，好官儿坏官儿，你都得会当。师傅，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儿，第3人想必也是。仇，我是一定要报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。死脑筋！当你的好官吧，祸福相依，不会全是坏事的。先过了曹敬贤这关吧，师傅我有的是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师傅的办法啊，就是死了！别管他，说吧，什么办法？师傅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。让别人看见千月洞洞主给我梳头发，会被人笑话的。谁敢笑话我就杀了他。那你为何不杀了我？难道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你利用的地方吗？你又不是世外高手，也不是名门贵族，我能利用你什么呢？之前啊，是想让你帮我偷心法，不把你当成了花小磊。后来萧白已经练成了凤鸣刀法最后一式，那心法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。现在哥哥只想护你一生周全。我不要你护我什么周全，我只希望你能高抬贵手，放我走，放你回凤鸣山庄。妹妹，那萧白是想杀你，在我千月洞还想起杀心。我放你回去，你岂不是死路一条？我相信萧白。那萧白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么托付？我要真正的爱情。萧白就是我第一眼认定的人。妹妹啊，你太固执了。这天下有那么多大路你不走，偏偏走一条错路。哥哥将这冰残珠送给春花，绑住了春花。现在春花要把这冰残珠还给哥哥。
请哥哥放我一条生路。你看，你如何召唤哥哥？平日是怎么依赖哥哥？这冰残珠都看着呢。春华，谢谢哥哥保护。只是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。是时候去寻找各自的出路跟归宿了。我的妹妹长大了，送她走。春花姑娘，既然心意已决，就请离开吧。尊主，送走了。是。传奇谷的游丝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是。副谷主爱惜娇妻这一事瞒得还挺好，把游丝病重的消息散出去。上盟主，春花姑娘回来了。少盟主，请进。春花，放手。你是不是和上官九月？你见到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怀疑我。你还好吗？没错，是他派我来偷心法的。上官秋月也的确看到了花小磊身上的胎记，而且是他主动放我回来的。怎么？觉得我玷污了你凤鸣山庄的名声，你要杀了我？怎么会？
我明明去千月洞找过你，可是……所以找不到我就想让细作来杀我？什么？我怎么会杀你？我明明信你，我一心一意的要救你。你听了上官秋月这么多话，怎么可能还相信我？别撒谎！我没撒谎，我信你，真的。或许是花小磊给他看过伤疤，但一定不是现在失忆的春花，对不对？是上官秋月威胁你，让你来偷心法，让你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即便是我把心法给你，但上官秋月并没有得到心法，是吗？我给了他一本假心法，所以我怎么会不信你？是我对不起你，没能早一点觉察到你被他威胁，害你一个人承受。那在此之前，你是不是觉得是我玷污了凤鸣山庄的圣名，要派林阳来杀我灭口？我绝对没有派林阳去杀你，我一直等你回来，望眼欲穿，等你回来告诉我真相。可突然那边的消息中断了。真的不是你？我绝对没有下这样的指令。彩彩，你说春花姑娘是怎么回来的？细作死了，那个大魔头要是不放她，她怎么回得来？那她与大魔头之间一定不简单，说不定她这次回来带着阴谋诡计。以后春花姑娘的事情，还是让少盟主来定夺吧。那你相不相信他们之间有私情？我们是外人，上次你中毒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春花姑娘居然带来了解药，然后大街小巷都是这种解药。不管怎么样，她救了我。以后她的事情只跟少盟主有关。怎么样，聊透了没有？春花确实是被上官秋月所利用，但她并没有对不起凤鸣山庄。但是你不确定，春花和上官秋月之间是不是真的有私情？我不敢确信。但我认为没有。说来也怪，上次蒲公英的解药突然之间就铺天盖地。长生果的叶子，蒲公英的解药，如果真是出自于千月洞，那上官秋月还真不是对长生果没兴趣。春花说，凌阳在千月洞试图要加害于他，
春花不会撒谎，中间差错。羚羊与冷掌门之间，我不太清楚。当初你与冷掌门接触更多，还请秦兄辨别一二。羚羊只听命于冷掌门的号令，将令在外，羚羊滋生出别的想法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唉，怪不得春花姑娘这次回来与以往大不相同。你好好安慰安慰她吧。如此一来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待会儿再来。春花，过来坐。春花姑娘，我们在讨论长生果的事情。我只是想来看看大家好不好。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春花姑娘，春花姑娘留步啊！你不要多虑嘛。我现在倒成了个尴尬的存在了。哪里的话，你还是萧盟主的盟主夫人啊。秦公子，你可别忘了，我跟他从未拜过堂、成过亲。成亲是早晚的事儿，只不过盟主夫人有别于寻常妻子，更多一份担当与牺牲。夫君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是因为今天没有涂胭脂，所以气色不好。夫人哪里气色不好了？明明还是很漂亮。长生果，你必须真的能让久病的人恢复正常。长生我不求，可有限的相处，这总得给吧。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之后，可还安好？据属下查探，春花姑娘回到凤鸣山庄的消息尚未传开。是保护得太好，还是你们被骗了？属下大意。起来吧，我叫你起来。是。傅夫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？傅夫人命不久矣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傅楼爱惜他夫人，就像爱惜眼珠子一样。这事儿外面都知道了吧？眼下街头都在议论。这些议论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人。
都等着跟傅夫人抢长生果呢。属下即刻就去安排。等一下，太过于简单粗暴，反而就不好玩了。我倒想看看这些准备抢长生果的人会拿什么来交换。你说呢，爷爷？正派人士最爱惜名声，深陷危机中的人最需要权力。有道理。那就让他们把心事统统掏出来。属下即刻就去办。取名醉己书可好？名字不错，去吧。醉己书、长生果，什么意思？上次婚礼公开宣布销毁长生果未遂，当初好不容易让众人相信春花姑娘带着长生果前往千月洞，凤鸣山庄才有几日太平。可是今天一早，又有很多江湖人士前来打探。又是石先生在捣鬼。对，他对外宣称上次拍卖流产，让凤鸣山庄白白得了长生果。他不愿再卷入事端，委托凤鸣山庄公开销毁，以绝众人的贪念。这种说法很是冠冕堂皇，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。他倡议秉承着向善的原则，鼓励人们坦诚自己的罪行。这个石先生使出的招数倒是层出不穷。罪己书约定，坦诚最为公开者即可获得长生果。他希望有一个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的好案例，激励着从恶的人向善，也会有个好出路。我怎么觉得他没有安什么好心？对，他确实没有安什么好心。他屡次提起长生果在凤鸣山庄春花姑娘手里，不把它销毁，难以平复众人的猜忌。还说起凤鸣山庄在江湖中一言九鼎、百年基业的领袖地位，这种程序正义，好像只有凤鸣山庄来做才最为合适。公开销毁，拍卖会上已经血流成河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对此产生疑虑，不想再惹出太多事端。不如我去澄清这件事情如何？不可，罪己书这个法子还不错，我倒真希望到时候有个大魔头出来，坦诚自己的罪行，拿了长生果，从此一心行善。可是谁来当这个人最为合适呢？销毁长生果，这蛊惑人心的东西早就该销毁了。罪己书，这江湖上罪大恶极之人有2个：千月洞的上官秋月，传奇谷的傅楼。如果傅楼真的能坦诚自己的罪行，那我爹的死好歹有个说法。但是他一旦承认了，我爹他岂不是枉死的？江湖大义和个人恩怨比起来，猜猜自当选择江湖大义。我不同意。罪己书，对长生果最志在必得的人就是傅楼，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也会奋不顾身地跳下去。但这就是个圈套。春花姑娘，你怎么就能确定傅楼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呢？傅楼他这辈子最珍惜的就是他的夫人，他的夫人现在病入膏肓，最需要这颗长生果。可这颗长生果它是假的。春花姑娘，我曾经听你这么说过。确实，现在江湖传言，傅楼的夫人游丝已经病入膏肓，傅楼为此还茶饭不思。这个传言正好赶上罪己书的时间。
是不是太巧了一点？恐怕他的真心还不敌我对冷姑娘的一片赤诚。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开心吗？是不是因为萧白才不轻薄哥哥了？妹妹这个反应是承认了？哥哥，上次一别，哥哥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。今日偶然路过，发现你在找冰残珠。哥哥，我真的是一时情急。你看，情急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哥哥。下次再还给我的话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。哥哥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传奇谷？千月洞洞主罪大恶极，从不做善事。但既然是妹妹的要求，那哥哥一定得答应你了。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傅夫人？他人很好，怪不得你之前让我去求他。内心软弱有什么好的？傅楼迟早被他害死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千月洞、传奇谷、凤鸣山庄三足鼎立的局势就不会僵持到现在。我见过傅楼，他行事果断，心狠手辣，但也绝对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。他要是能寻到个并肩的女子，早就可以在这混乱的江湖上更上一层。可他却找到了游丝夫人，心软、善良，他还体弱多病。傅楼倒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才不轻易让他出谷见人。不过小春花倒是很特别，你是最早发现傅楼软肋的人。也许，这就是让我放弃永生，也想寻找的爱情。你不要伤害傅楼和游四夫人。我若想这么做的话，他们就活不到现在。你不想杀傅楼？不想。傅楼也绝对不能死在我手上。也对，毕竟传奇谷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哥哥若是杀了他，岂不是又多了一组敌人？我从来不怕敌人众多，况且杀傅楼也没那么困难。那哥哥，你跟傅楼谁的武功更厉害啊？
小春花，杀父楼根本不需要武功，关键是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弱点。如果知道他的弱点，这个人就容易对付得多。对，你没有弱点。哥哥有弱点，哥哥的弱点就是你。以后多加小心。这个游丝倒是好说，不过这个副楼主小春花应付得了吗？副谷主来得挺快啊！上官秋月，长生果在凤鸣山庄的消息是不是你散布的？耍人耍得好玩吗？我看副谷主是关心则乱。所以你就来传奇谷看我笑话？那可就错了，我这次来是专程给副谷主送帮手的。我之前曾请求你联手，当时你断然拒绝。我不信你此刻又安什么好心。我的好心的确不多，可是为了我妹妹，这次我勉强挤出来了一点。你的内力，我就说吧，副谷主，我这个人当对手可比当帮手要麻烦得多。你说的帮手，就是他吧？啊，是我。他既然没了长生果，也就没用了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是相当的有用。副谷主。凤鸣山庄这2天就要开长生果大会，我这个妹妹又恰好是萧白的未婚妻，副谷主可以用我的妹妹去换取长生果。你还考虑得挺全的。哥哥，这还不是为你着想。切。春花姑娘，游丝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副谷主，我这个妹妹很善良，你要好好的待她。你真那么在乎你妹妹，会让我知道？你这一出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对这个妹妹确实是真心，不过当然比不上你对游丝夫人。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只是我不接受威胁，也不愿意我在乎的人受到一点伤害。你到底有何打算？当然是麻烦我自己去给凤鸣山庄送个信，告诉他们，盟主未来的夫人在传奇谷做客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拿长生果来交换？
出来吧。顾新主此刻不是暗中督促白道中人也去发布罪己书了吗？叶行主高明，罪己书设计得不错。此次获得长生国，需要公布自己的罪行，他们这些人只盼着一个人出来成为祭品。傅楼求要心切，自然是祭品最合适的人选。此次凤鸣山庄收到罪状，就被架在了火上炙烤。这次杀掉傅楼，会让凤鸣山庄声名大噪，但是也会失去一部分的人心。千月洞法则第1条，不得猜测洞主的心事，你忘了？尤其啊，是让萧白失去春花姑娘的心。闭嘴！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也不会说传奇谷因此分崩离析，千月洞统一星月教指日可待了。你为什么就是对洞主那么死心塌地呢？听说春花姑娘在结婚大礼上被千月洞洞主劫了去，当时啊，我还以为是武林争斗呢。现在看姑娘的模样，怕是有几分情分。夫人，你渴望永生吗？夫君他杀了很多人，你都知道啊。他答应过我不杀人，我便相信他不会再杀人。只是我也见识过江湖，尤其是传奇谷和七月洞，完全奉行弱肉强食。夫君为了我逃到传奇谷，从最低的弟子做起，做到了谷主，这当中的辛苦，不想也会知道。没有想到，夫君都是为了我当然要替他着想啊。我跟他说过，不恩爱的夫妻，就算相处一世也是怨偶。情感好的日子，哪怕3年5载，也是幸福的。可是，他怕是太想我陪着他了吧？我放弃永生，一路上奋不顾身地去追寻一份爱情。可是，萧白能给予我这样的爱情吗？哥哥给予的似真似假的关心，是这爱情道路上的测试吗？还是爱情原本就是太复杂的事情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像游丝这样毫无保留的爱情？萧大侠义薄云天，是江湖中人人都想嫁的大英雄。他能这样爱你，你是幸福的。不过在这婚礼上抢亲的人呐，也是极有魅力的。蛇蝎美人，皮囊罢了。啊，这爱情啊，有让人心动的想要的，也有人会心动着去接受。那游丝夫人，你真的很幸福。爱情这个东西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。看来春花姑娘是陷入困惑当中了。夫人，你觉得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想，
不管他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，他在我眼中是最特殊的。不管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，在他眼中也是最特殊的。爱情啊，真的是很难说清楚的。改天你看看，你选择了什么，放弃了什么，他又选择了什么，放弃了什么，就一切都清楚了。傅楼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这是去哪里了？我不想他为了我舍弃生命。属下已经在春花姑娘的房间投递了帖子。很好。但是以萧白的行事，他应该不会与传奇谷大动干戈，让我们平白得利。他知道轻重。游丝奄奄一息，春花姑娘陪伴左右，傅楼宛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所以啊，何须我们费神？一张罪己书，一场生死离别的爱情，一场春花与游丝的友情，足够让这场戏变得更加好看。下去吧，等着看戏就行。秀秀，刚刚风姑娘敲我房门，说你夜不能寐，叫我起来陪你。你说我这什么劳苦命啊？少盟主，春花姑娘不见了。什么？留下一张纸条。传奇谷长生果换春花姑娘，怎么了？传奇谷，春花姑娘真是个累赘，不是被千月洞劫去，就是被传奇谷劫去。冷宁。都已经2个时辰了，你还没做好决定啊？大局当前，我愧对春花姑娘。用长生果换春花姑娘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但事关凤鸣山庄的声誉，用长生果换春花姑娘是出于私情。傅楼用罪己书赢得长生果是出于武林公义。我已经让凤鸣山庄失过一次颜面了。唉，盟主难当啊。春花姑娘说过，傅楼对他的夫人十分的珍惜，春花与他的夫人也十分的交好，所以春花在传奇谷安危无虞。只是如今她有人质在手，我们还需要想想别的办法。少盟主，冷掌门求见。这么晚了，冷掌门怎么也来？他还带着一名女子。这是副谷主的夫人，游丝。只有挟持游丝，才能让傅楼自投罗网。游丝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而且还身患重病。
这么把他绑来。宁儿，江湖险恶，你不懂。跟魔头走到一起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可是，尤斯是我杀父仇人的妻子。如此看来，他们俩恩爱的传闻不足为信。傅楼凶残，尤斯体弱，看来也是受尽折磨才苟活至今的。二位姑娘说的有道理。夫君，我这是在哪里啊？尤斯夫人，这里是凤鸣山庄，我们邀请您夫妻二人来府上做客。今夜先请在厢房稍事休息，副谷主他很快就到。是在下未能提前通知夫人，是凤鸣山庄礼数不周。那就有劳少盟主了。是春花姑娘带我来的吗？昨天晚上我们聊得很开心。我的贺礼，春花姑娘现在出门游玩，您的贺礼，她非常喜欢。那就好。既然尤斯夫人确定留宿凤鸣山庄，那老夫就不多叨扰了。那我们就送尤斯夫人去厢房吧。没想到一介大魔头的妻子竟然会如此不谙世事，但是挟持柔弱女子作为交换手段，这般达到目的，势必也会为外人所诟病。既然木已成舟，我再修书一封，通知傅楼。你还在想今天的事儿吗？今天爹的所作所为，实在让我有些吃惊。冷掌门也是以大局为重，只是太不择手段了。江湖污浊，人在其中，难免会身不由己。说起来，听尤斯的谈吐，他似乎跟傅楼感情很深，被傅楼保护得很好。秋月哥哥，尤斯夫人呢？你怎么还没有回千月洞呀？小春花利用哥哥来到传奇谷，这转头就想赶哥哥回家，太绝情了吧？哪有？我这不是怕你休息不好吗？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，急着来告诉你。什么消息啊？
你在这儿睡得甚是安稳。怎么？这传奇谷难道比凤鸣山庄和千月洞让你觉得更自在？那是，因为尤斯夫人是我最羡慕的人，有她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安心。尤斯体弱多病，有什么值得你羡慕的？你懂什么？行，那说来听听。尤斯夫人得到了我最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什么？以前总听“相濡以沫”这4个字，现在看到尤斯夫人跟傅楼，他们相依为命，互相珍惜，感觉一个人能得到这样的情感，一辈子也不算白活。那这么说，小春花是亲身体验过这种感觉了。以前我以为不知道。我看你是想消白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再跟你赌一个？好一个凤鸣山庄！傅谷主，昨晚你与尤斯相谈甚欢，我想着他身体虚弱，亲朋寥落，就放纵你在这住下。没想到就这一夜，尤斯居然被劫去了凤鸣山庄。什么？可惜呀，这么有趣的消息，竟然被副谷主先说了。真没想到，凤鸣山庄也会干出这种蝇营狗苟之事。我也真没想到，直到昨天为止，副谷主还天真的以为凤鸣山庄不会干出这种蝇营狗苟之事。只要结果是正义，他们甚至可以编造10000条理由来掩盖过程中的恶行。小春花应该更熟悉他们的套路。难道你早就知道尤斯夫人？你昨天突然过来，是不是跟他们里应外合？哎，副谷主，我妹妹胆小怕事，希望你别吓她。副谷主，长生果是假的，发布的罪己书销毁长生果也是个骗局。我来这的目的就是阻止你们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的。假的？的确是假的。思思还需要他活下去。尤斯夫人现在在凤鸣山庄，而你有那么多的仇人，她现在是危在旦夕。凤鸣山庄。等等，你可以带上我。他们绑了尤斯夫人，你可以绑我呀。那我就不奉陪二位了。副谷主，我这妹妹皮实得很，你要假装挟持她，就要装得像一点。对啊，咱们要演就演得像一些，但是不能伤脸，不能残疾，其他的你随意发挥。原来妹妹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脸啊，冰蚕丝密室都不如这个管用。不如小春花跟哥哥打个赌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得跟我回千月洞。上官秋月，你又要玩什么花样？上盟主，不好了！
来收拾你！哎呀，副谷主，你要不然用你的兵器架在我脖子上吧，这样显得逼真一些。快！这样。啊！救命啊！小春花演技可真好，不过这招下次就别用我身上了。传奇谷这次只来了傅楼一人。武林中人此次再度集结到凤鸣山庄，想要围观罪己书的大礼，人多势众。副谷主也带了不少传奇谷的弟子，集结在凤鸣山庄之外。挑一些优秀的。是，各中优秀的，顾婉已经前去做了联络。传奇谷一旦覆灭，就剩下我和萧白单独对决，有意思。小白，快救我！春花，傅楼，鱼死网破不是你想要的结果，我劝你还是放了春花姑娘。拿你的夫人换我的夫人，再不马上把思思交出来，我杀了她！傅楼，你滥杀无辜已经铸成大错，不要让他在你的罪行上再贴上一笔。哼，罪行？先挟持思思的是你们，你们也好意思舔着脸给别人顶罪？副谷主怕是已经忘了自己是如何不择手段背叛师门、强娶师娘的。小白，你快救救我！小白，像你这样贪生怕死的女子，够资格做少盟主的夫人吗？你就算用少盟主的夫人做威胁，也是不行。冷掌门，春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哼，把思思交出来，我就放了她。夫君。你们不是请我和夫君来做客的吗？夫君，春花姑娘是好人，不要伤害她。你若是放了春花姑娘，我还你夫人。你们呐，难成大器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夫君，没事吧？好，我们走。想不到这萧白竟还有一丝人情味儿。若真如此，小春花，让你去凤鸣山庄，你会不会更开心一点？副谷主且慢。明日5时，凤鸣山庄召开长生果大会，届时游丝夫人的病可能会有救。小白，你明明知道长生果是假的，不是吗？小白，你……我萧白以凤鸣山庄100年声誉担保，长生果并无作为。明日，我凤鸣山庄会保护你和游丝夫人的安全。春花姑娘，长生果就要留给有需要的人，不能为了留在凤鸣山庄
而四处声张它是假的。小春花还没答应与我的赌约呢。你可真是哪儿哪儿都来去自如啊！有妹妹的地方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能来去自如。调戏人的话，你倒是说的比谁都顺口。你猜明天的长生果大会上，你的萧白能不能护得他们俩的安全？只要你不插手，我保证不插手。只要能护得周全，我相信他能够保护你。你继续留在凤鸣山庄。如果护不得周全，你就跟我回千月洞。我不跟你赌。你是不想赌还是不敢赌？武林正义与个人道德孰轻孰重，在你和武林正义之间，萧白到底会选择哪一边？你送他棋子的时候，他萧白告诉过你他会选择什么吗？他确实没有。小春花，漂亮的话10000句，也抵不过一句真心话。那哥哥，你对我又有什么真心话呢？哥哥是没有什么真心话，哥哥会做就行了。站住！我在凤鸣山庄这么尴尬，都是因为你。你现在还要大摇大摆地从这个大门走出去？是吗？哥哥倒是觉得，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在千月洞。好，我跟你赌。小春花终于肯下定决心了。明天就是长生果大会，月圆之夜，也许会更有意思。圆月，圆月，看起来就像个陷阱。妹妹这句话好像是在骂哥哥。思思不用担心，明天等我拿到长生果，我们就能快乐的在一起了。父亲为了我的病，日夜奔波，难免会得罪人。等我的身体好转了，一定亲自上门解释清楚，然后就能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。